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香葱大油饼，看老爷子是怎样把这道简单的油饼做成顶级的美食的。平时我是什么都不配就能吃大半张，里面暄软但层次分明，表皮焦香但又不硬，面香混合着葱香非常开胃，绝对越吃越上瘾。首先来和面，是1000克的面粉，加入10克的酵母，再加入600克的水。天冷可以用35度左右的温水，简单的把面团揉一揉，揉成粗糙的面团就行了。面团不需要像做馒头一样揉光滑，因为做油饼的面团揉的时间长了容易起筋，做出来的油饼热着吃还好，一旦放凉了就会变硬。所以在和面的时候呢，只需要像视频里这样揉到没有干粉就行了，哪怕面团很粗糙也没有关系。这样做出来的油饼即使是放凉了也很松软。面团和好之后呢，就盖起来醒发。趁着这个时间准备点葱花，大概是每500克的面粉配200克的葱花就够了。咱是1000克的面粉，就准备400克的葱花，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随便调整。不过我们山东这边的葱呢，辛辣味道比较淡如果是辛辣味比较重的葱，可以少放点。那等面团醒发好之后就不需要再揉了直接来制作。案板撒少许面粉方粘，分成2份，爆叠上几次排排气，然后擀成面饼。这个面团不需要醒发太长时间大概就是半发的状态，体积膨胀50%就可以来制作了。这样做出来的油饼软硬适中。如果不小心面团发过了，可以再简单的揉一揉，让面团再发一下，不影响后续的制作。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如果是我想摆个摊来做油饼，和面一次性要和很多，怎样让面团一直保持在半发的状态呢？总不能每张油饼都得重新把面团揉一下，这也太麻烦了像这种商用的做法我觉得肯定会有朋友私信我所以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想批量做油饼，可以用泡打粉来和面。泡打粉的面团发酵很慢，比较好控制，它是在加热的时候才产生气体，让油饼变得暄软。不过泡打粉做出来的油饼不如酵母的好消化，所以胃不好的或者是老人小朋友还是尽量吃发酵的这种油饼。发酵的油饼制作效率会稍微低一点，不过我觉着回头客可能会更多。这1斤的面团呢，咱大概擀到长60厘米、宽40厘米左右的面皮，薄薄的刷上一层油。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吃花生油的如果吃不上来花生油的味道，可以换比较清淡的玉米油。刷上油之后撒一点面粉，可以让油饼出层更好。接着撒点盐就行了，然后撒上葱花。像花椒粉或者是五香粉可以少来一点点，但是我不喜欢放，我更喜欢葱香和面香味道更重一点的油饼，这样更适合搭配各种的炒菜或者是汤来当做主食。那撒上葱花之后按照上中下的比例把上下切开，然后叠起来，这样好操作，层次也好。叠起来之后规整一下，等个10分钟左右吧，再擀成手指厚的面饼，放入电饼铛。电饼铛需要提前先加热好，用深一点的电饼铛。像这种大一点的，一次性可以烙1斤面粉的大油饼，稍微小一点的家用电饼铛就烙半斤左右的，温度就220度左右就可以了。刚开始呢，不用加油，就直接把饼放进去干烙，只需要刷点水，撒点芝麻就行了。如果是害怕粘锅可以少刷一点油防粘。
什么时候放油呢？就半生不熟的时候再放，就是底部微微有一点上色，然后就正反面都刷上油，接着烙。这样呢是先让锅里的水蒸气把饼的内部腾得很暄软，然后再刷上油，把表面烙得脆脆的，这样烙出来的饼绝对好吃啊！当然做油饼的方法有很多我只是把我觉着好吃的方法分享给大家。油饼呢两面烙至焦黄上色就可以出炉了。电饼铛不好统一一个标准，时间呢略有偏差，大家烙的时候看着点就好了。那如果没有这种大的电饼铛，用家用的小电饼铛也一样，但是做这种油饼一定要用功率稍微大一点的、深一点的。有的电饼铛只能煎个鸡蛋、加热个面包片之类的这种呢就不适合做油饼。那这个油饼做好了，就是啥也不配，我就能吃半张真的超级香。如果家里没有电饼铛呢，其实平底锅也能做，前面的做法都是一样的。烙饼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后面的这个方法。首先加热的话，用中小火加热，不用太热，就微热之后刷点油防粘，放入油饼。放入油饼和刚才一样就是刷点水，撒点芝麻。唯一不同的就是电饼铛使用大火，平底锅呢咱得用中小火，但这个火候咱们还得掌握好，保证这个饼10分钟左右烙熟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平底锅只能单面加热，咱们放入饼之后需要在四周再撒上2到3勺的水，盖上盖子，让锅中产生水蒸气，有点像水煎包的原理，就是先让水蒸气把里面腾得比较暄软。但是平底锅受热不是很均匀，咱们就每隔1分钟晃一晃，中途尽量不要打开盖子。等到这个饼半生不熟的时候就正反面刷上油，反过来接着烙，烙到两面焦黄就好了。2个重点一个是烙的时候撒点水，前面几分钟尽量不要打开盖子。第二呢就是中小火来烙但是要掌握好火候，保证10分钟左右能烙好。时间长了容易硬，短了里面不熟。用这个方法呢，烙出来的油饼和电饼铛烙出来的一样好吃。好了，那这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祝大家生活愉快。